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个气球频道，我是气球。这个时代的变化可真是日新月异啊！去年德国人民还在为了共享单车的引入而争论不休，今年随着6月份电动踏板车上路合法化，柏林的街头巷尾瞬间就涌入了各个厂牌的共享踏板车。现在我们后面就有很多的不同厂牌的踏板车，将有怎样不同的体验呢？今天气球找来了 Johnny 和阳刚之粉，我们以游客的角度来看看各家踏板车有何差异吧。Let's go。那边有一个绿色的，我们先去把它拿下。这是 Tier 家的滑板车，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这个品牌目前排在旅行榜单的第1名。租金呢是1欧元起步，每1分钟是15 cent。距离我18米，它明明在我眼前，说明我可能身高有18米。哎，感觉像是在骑特斯拉。你试一下。比较难转弯，我感觉。It's a bit difficult at first because it like just pushes you forward, but then if you're like going down the road, then it's fine. 第二辆踏板车，它的提供方式 VOI Void。如果说英语的话就是 Void， 如果是法语就是 Void。这辆踏板车的电量很低了，所以我们无法解。但是它要怎么充电啊？如果没有电呢 ？I think they pay people, they collect all the scooters, and then they bring them to the station where they just charge all of them. That's how it works. 我们3个人还没有车骑，所以希望能够赶快找到我们可以骑的车。一下就找到。还有2辆，这里有3辆。价格也是每分钟是0.15欧，然后解锁费是1欧。它的电量是99%，估计是刚刚投放的。刹车是踩这个地方，但是 this one is the normal brake, the other one. Oh, that's the emergency brake, I think. 我们节目的经费已经严重不足支撑这一期节目了，然后每分钟还在一直扣钱。哎，前面又有一辆，现在 Johnny 开的这辆车叫 Cirque。这辆车是我们目前见到最礼貌的车，因为它上面有写 Thank you Go。 谢谢。然后这里也有提醒你，这是 GPS 随时在监控，这个也是很人性化的一个地方。而且还有一个 USB 的这个支付方式方面，你只能使用你的信用卡，很麻烦。你加手机可能需要1分钟的时间，然后拿掉手机1分钟的时间，2分钟过去的话就是30 cent没有了。再找一个踏板车的话，我们就有4个不同品牌的踏板车了。速度方面，电动踏板车理论上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5千米，但不同城市对其速度也有不同的限制。比方说，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限速则是每小时25千米，而柏林的限速则是每小时20千米。在一堆摩拜中间，我们又发现了一辆 Void。schon gebucht. OK， 继续前行吧，我们去找 Void。跟我赌，哇 OK， 过马路。你有发现没有电。哦，也没有电吗？也没有电。OK， 继续向前，看看前面能不能找到一辆有电的 Void。那边有一个 Void， 那里有一个 Void， 又找到一辆还是没有电的。Vielleicht kannst du noch einen Scooter für dich holen und dann können wir alle zusammen schneller bis zum nächsten Void. OK， 那随便先挑一个好了。好吧，我们的气球 UP 主终于找到一辆。Ich glaube, ich kann ein bisschen gefährlich sein, aber naja, vielleicht nur, wenn man das noch nicht daran gewöhnt ist. 成功解锁辆 Cirque， 目的地柏林大教堂，出发喽！你要问我骑上踏板车第一感受，抖，真的抖。特别是行驶在石板路的时候，看我手中握着的大疆 Awesome Pocket， 画面都抖成雾了。顺便一提 ，Cirque 创立之初呢叫做 Flash， 后面改名为 Cirque。为何做如此更改？气球猜想，他们估计是不希望自己的企业寿命像 Flash 一样转瞬即逝吧。同时呢，每辆共享踏板车的寿命也都短得可怜。据 Tier 官方显示，每辆 Tier 踏板车的寿命只有6到7个月。亲爱的踏板车们，感谢你们把短暂的生命的一天奉献给了我们。什么？你的车坏了？让它掉了1格电，然后就不走了。哎，
锁住了已经。看一下啊，是不是没有钱了呢？富二代财富中花光，只因在柏林使用踏板车。这些小美眉也在骑踏板车，都是我的牌子。我把我的踏板车给了阳刚之粉，所以我现在又成了走路的状态了。这后面就是骑着我的踏板车的阳刚之粉。难道是刚刚久了没骑它自动锁定了 ？OK， 现在也好了。阳刚之粉真是多事。你的鼻子怎么了？下雨。鼻子下雨了。鼻子下雨。在阳刚之粉解锁另外一辆 T 了，让我们赶快向博物馆岛出发吧！我没有经费了。走啊！Schneller, wir haben kein Geld mehr.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最终 Joseph 骑行67分钟，花费11.05欧 ；Johnny 骑行了55分钟，花费9.4欧；阳刚之粉开解锁3次，花费14.1欧，而我解锁2次，花了5.6欧。你觉得圈圈怎么样呢？可以。就是我特别欣赏那个圈圈的那个放手机的支架。作为一个游客，对城市不熟悉的话，必须得看一会儿手机，看一会儿那个就会麻烦。但是如果有那个支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火铃铛就是比较复古，你就要用力的去掰它。对啊，特别是你就要撞到人家的时候，你还要去用力的按东西，其实喊破嗓门说啊，对啊，还不如自己吼了。结束的时候他会给我发消息，就说感谢你的停放。就是说我做得很好，给我鼓励跟表扬，然后同时也告诉我这次骑行是非常环保的，用户体验的感受回馈这方面做得挺好。我租的第一次的时候，那个车子有70%的电，显示屏上也显示4格的电，骑了大概1个小时以后掉了1格电，然后剩3格的时候，我的车子突然就锁住了，然后我就再也启动不起来了，我自动的把我这次订单给结束掉了。你重新去扫它的码，再解锁同一个滑板车的话，它还是会扣你1欧的解锁费。对，我觉得这个是不大人性化的地方，不应该重复的去收这个解锁费的。最后一个话题呢，就是从中国来的游客，你会推荐哪一家公司的踏板车Also ich kann mich nicht erinnern, die Details von allen Anbietern, aber ich würde sagen,welche Scooter sind in der Nähe? Das ist das Wichtigste. Welcome to Berlin. 中文柏林，欢迎你。当然是我骑的青柠。我觉得要解锁一辆车，考验的是乘客的耐心。青柠就是唯有 Apple Pay 的，然后通常来自我国的游客 Apple Pay 就会绑定支付宝。所以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所以我觉得非常方便，而且还有中文界面，只要你系统是中文，它就会自动切换成中文。欢迎来柏林。我不太清楚别的了，但是那个我骑的那个 T 的那个 app 其实不是很大，所以你如果是说当你在路上发现一个的时候，你再去下载，速度也是很快的，而且我比较喜欢绿色了。所以你刚刚向游客推荐了什么吗？我就怎么没有听明白？我觉得向游客推荐就是你们去办一张信用卡，然后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就好了。如果是车被锁住了，或者是说额外的话，我觉得就当是在积德吧。同样是跟 Joseph 一样，我比较推荐的是那个青柠。如果你只要一个 app 的话，就使用它的话，你可以在相对更多的地方找到他们家的这个踏板车。对。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推荐青柠的原因是，你比较希望省钱的话，可以在我们下面的视频简介里面找到给你的一个推荐码，可以免费的解锁一次。不推荐的话呢，就是那个阳刚之粉骑的 T 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踏板车如此的不稳定，会突然给你断掉，然后让你不得不再次支付一次解锁费的话，我觉得如果我是游客的话，我会非常不开心。我最
近有看新闻说，虽然是6月1号在柏林这个电动踏板车才刚刚合法，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有4例的死亡案例了。我没有明白。Es gab schon 4 Todfälle in Berlin. 4. Okay, also ja. Okay. Also mit Fahrrädern gibt es ganz viele schon. It's very easy to use, but you anyway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nd very responsible where you're going. Like look behind, like cars, bicycles, people. Here in Berlin, like you have the tram, and that's dangerous. 减震效果也是完全没有。Ja. Ja, so ist nicht so angenehm. 由于车子本身重心站上去以后比较高，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说速度太快的话，会不小心如果刹住了前轮，可能真的就要脸刹了。各位朋友想要省钱的话，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选择，也就是可以使用摩拜。摩拜单车的价格是每30分钟1欧，对吧？便宜，仅仅相当于是我们骑的电动踏板车的一个解锁费而已。哎，你还没有说欢迎来柏林，还是你不欢迎？不欢迎游客？这样来干嘛呀？他自己的地方乖乖的待着就好了。我不是没有良心的人吗？我刚才帮一个人在火车上逃票了呢，因为我的车票在周末可以免费多带一个人，然后我刚才前面坐的那个人他没有车票，然后查票的人过来说我带他，所以他就免于被拖下车，然后交60欧元的罚款。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视频。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欢迎点赞、关注或者转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